欢迎收看投资硬总经。自从 ChatGPT 问世，带动 AI 的狂潮后，我们看到 OpenAI 在2023年推出 DALL-E 3，可以从文字生成图片。接着2024年推出 Sora， 可以用文字生成影片。在这种革命性的趋势引领下，美国科技巨头的股价涨幅更是一个比一个惊人。但在这些企业营收扩张与市值成长的同时，为什么他们却开始大幅裁员呢？我们先来看这场革命的最大赢家，也就是 NVIDIA 辉达。它提供的晶片大概就好比是 AI 浪潮的军火商。自从2023年5月，黄仁勋在法说会上说 AI 市场正经历 iPhone 时刻，辉达将从中受益。之后呢，辉达的股价就频频上涨，市值猛增到9500亿美元左右。同样的情况在2024年2月再次上演，辉达的财报又超出市场预期。这次黄仁勋说，生成式 AI 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，而辉达的市值在盘中更是一度突破了2兆美元。除了辉达以外，在 AI 趋势带动下，美国科技龙头也纷纷上涨，甚至还有 Magnificent Seven 科技7巨头的称号。这7巨头的市值占标普500指数达到 30%， 在2023年更贡献80%的指数涨幅哦。虽然这波席卷而来的浪潮还没结束，但我们可以先归纳出目前形成的4大趋势给大家参考。首先，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大概都和平台与订阅制有关。怎么说呢？亚马逊 AWS 是全球最大的云端运算平台，市占率 32%， 微软的 Azure 第2，市占 23%， Google 第3。另外 Google 的每月活跃用户有43亿户，脸书则有30亿户，苹果的手机也有20亿户。再来看微软作业系统 Windows 与浏览器并分别有14亿与30亿用户。也就是说，这些科技公司拥有庞大的用户，除了能直接贡献他们的营收获利之外，还能让他们在采购时有很大的议价能力，借此压低成本。再来第二个趋势，以软体广告服务为主的轻资产企业，他们的商业模式有很强的复制性，让他们的业绩能够大幅成长。讲白话一点，微软的一套 Windows 系统可以服务10几亿用户， ChatGPT 更是不用说哦，强大的复制力让它每周都有1亿以上的用户在频繁使用。就算是受限于硬体成长比较慢的苹果，也凭靠着手机绑定了最愿意付费的用户，让它的软体服务能够持续获利。第三，硬体产值过半的企业迎来压力。我们可以看到影响最大的就是受到中国低价竞争的特斯拉，股价在这一波浪潮中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。苹果也是类似的情况，面对中国市场的限制以及目前 AI 的战略不明，全球市值宝座便被微软给夺了下来。第四，不能忘了目前美中角力的长期趋势哦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从经济战、科技战到金融战，只要跟美中对抗有关的业务都会受到影响。因此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特斯拉的业绩大约有 24% 由中国贡献，产量更是有一半来自中国。但从2013年到现在，总产量只有550万辆，客户数还是相对偏少。那就更不用提遭到中国禁止政府相关人员使用的苹果了。面对中国市场的流失以及供应链的调整，都是需要克服的难题。在这4个趋势的背景下，科技7巨头中，撇除受到地缘政治与硬体成长受限的特斯拉与苹果，从22年 ChatGPT 问世以来，他们的股价的涨幅都比标普500指数上涨的 26.14% 还要高。各行各业更是相继投入 AI 领域的发展当中，但偏偏这些巨头却在这股浪尖上积极裁员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进一步说明之前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或是针对您喜欢的那一集留言赞助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。我们分别来看脸书、Google 与微软，这3家是拥有 AI 技术领先优势的企业。
不仅有强力的股价支撑，还有丰厚的获利能力以及充足的现金储备。但是脸书在2022年裁员 13%， 2023年又有2万名员工回家吃自己。 Google 也不遑多让哦，23年裁减了 6%， 大约 1.2万名员工，包含了硬体工程师与广告团队，就连任职超过18年的老员工也无法幸免。而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微软呢，一样在2023年裁撤了 5%， 大约1万名员工。也就是说，在面对 AI 革命时，科技业龙头也都在重新调整组织结构。这种裁员的情况可以分成2大类，一种是受到 AI 技术冲击而被迫缩减组织的公司，像是脸书、亚马逊；另一种则是本身就掌握 AI 技术却主动引领变革的微软与 Google。第一种很好理解哦， AI 技术取代了人力嘛，使得原本的组织规模缩小。那第二种呢？微软与 Google 可以说是掌握了 AI 最前端的技术，他们其实比其他企业都还要更了解 AI 对未来的影响与发展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微软才会在收购游戏商暴雪后裁撤了2000名员工。我们从 OpenAI 发布了 Sora 后就可以知道，只要依靠下咒语就能产生精美的动画影片，那么动画师、虚拟摄影棚以及相关的设备，最后都将会成为高成本的累赘。换句话说，微软与 Google 等企业了解 AI 将会重新改变整个生态，所以主动做出自砍手脚的组织改造 transformation， 不仅仅是转型，而是从内到外的彻底组织变形。好，全球科技龙头纷纷因应 AI 浪潮而积极转变，那我们身为投资人又该怎么把握相关的机会呢？我们可以粗略地把 AI 带来的商业模式简单分成3种。第一种就是提供基础建设的军火商，辉达当然不用讲，是龙头。接下来就是提供先进制程的台积电，还有 AI 伺服器、IC 设计、零件等等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黄仁勋会说 AI 是台湾最好的机会的主要原因。再来，第二种是服务商，像是微软、ChatGPT 或是 Copilot 等等。不过服务商还在激烈竞争中，目前还看不出最后的赢家会是谁，只能说微软抢得先机，而 OpenAI 推出的文字、图片与影片生成服务，将来应该会抢走 Adobe 与 Shutterstock 等编排系统的市场。至于第3种商业模式，则是像 Alphabet、Meta、Amazon、Apple 透过 AI 增加广告收入，提供新的服务，并削减成本。这部分的赢家也还看不出来，但共通点都是想要摆脱辉达的高价晶片，设计出自己独特的 AI 晶片。至于其他产业，像是资讯安全受到激烈竞争，现阶段也要等待 AI 产业充分建制起来，市场扩大后才能让营运与获利跟上。而依照 UBS 瑞银的预测， AI 基础建设在2027年可以达到1950亿美元的规模，年复合成长率 50%， AI 建立模型以及推理到2027年会达到2250亿美元，年复合成长率达到 152%。 总结来说， AI 大趋势才刚刚开始，就算涨幅最惊人的辉达，从22年末以来，股价也才涨3倍而已。按照辉达的数据中心业务成长率 400% 来看，即便之后股价成长趋缓，也还不到泡沫化的状况。相反的，随着 AI 建制加速，政策、各行各业的投入，以及科技巨头们的彻底转型，未来各种商业模式的成长依然值得投资人的期待。财讯粉丝团们，您认为科技龙头的积极裁员是暗示 AI 狂潮将迎来泡沫吗？ A. 不是，科技龙头积极转型引领变革。 B. 是， AI 相关建设还没跟上，目前市场过热啦。 C. 不清楚，还需要更多资讯，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。